市面上绝大多数智能手机都配备了高刷新率，就算是价格更低的中低端机型，手机厂商也强制还配上了120赫兹刷新率，或者是90赫兹的刷新率。毕竟多一个高刷新率就多一个卖点，但事实告诉我们，中低端机型没有必要上高刷，因其中低端机型就算用上120赫兹刷新率，体验过程将大打折扣。相信使用过中低端高刷新率机型的朋友心里早已清楚，在中低端机型上，高刷新率这东西体验真的非常糟糕，而且还影响使用体验。通过用户大量总结，我们得知中低端机型的高刷新率掉帧频率十分严重，稳定性极差，其因他们的处理器不足以带得动高刷新率，或者说带得动但表现得很不稳定，加上程序多 K， 运算响应慢，更是在120赫兹高刷的分配性能下，这足以出现极不稳定的状态。所以日常使用，屏幕一直会在120赫兹到60赫兹刷新率之间反复横跳，这种体验还真是让用户感到不尽人意，还不如习惯稳定的使用60赫兹的刷新率。在这方面，比如三星，他们也推出过一些中低端机型的高刷新率手机。三星决定仅为其少量的中低端手机，甚至是廉价手机配备高刷新率的屏幕，这是三星首次将高刷新率屏幕进入非旗舰手机中，其所有设备均具有90赫兹刷新率，而不是120赫兹刷新率。在小米的中低端机型中，你往往可以看到的是120赫兹的刷新率。三星作为顶级的屏幕制造商，它更了解这方面的问题。高刷新率对处理器有更高的要求，120赫兹的刷新率当然要比90赫兹刷新率要求性能更高。三星之所以很少推出120赫兹刷新率中低端机型，其也考虑到了这方面的问题。目前三星其推出了90赫兹的中低端机型，但这体验也并不是太好。中低端机型之所以没必要上高刷新率，还是中低端处理器性能没那么强悍，就算支持高刷新率也不稳定，体验一般。除非以后的中低端处理器性能能达到今年高端机型处理器的水准，那上高刷新率就没什么问题。总之而言，与其使用不稳定的高刷新率，还不如用着稳定的60赫兹刷新率。当然也有用户表示，用不用是我的事，但你不能没有。那么最后，高刷新率是越高越好吗？想了解高刷新率，首先得知道什么是刷新率。它指的是屏幕在1秒内刷新画面的次数，而人也是有一定的视觉暂留的，通常来说需要16.7毫秒，高于这个时间就会感觉画面延迟，低于这个时间就会比较连贯，画面流畅。16.7毫秒换算过来就是60赫兹，1秒内刷新6次画面，理论上这样足够流畅了，但实际60赫兹的刷新率并不完美，一些高速画面依然会有不流畅的感觉，这在我们快速滑动屏幕浏览时感受会更明显。毫无疑问，刷新率是越高越好，因为你能体验到更细腻流畅的画面。但是对于现在智能手机来说，高刷新率也意味着更高的功耗，这会影响续航。目前90赫兹和120赫兹刷新率是主流的选择，当然还有超过120赫兹刷新率的手机。选择90赫兹或者是120赫兹刷新率的屏幕，一定要选择拥有高端处理器的机型，这才能保证足够的流畅与续航的问题。以上就是本期的所有内容，欢迎在下方交流互动与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。